现在骗子的高明之处，你们都不知道啊。就比如说用刘德华吧，对吧？我就能让你视频的时候，我就是刘德华，嘴型都一样，我说什么嘴型都一样。有专门这样的软件。最厉害的一个狗推四川人，27、8岁的一个小伙子，他21年一年给老板干了多少？2800万，他一个人。其实，在泰缅边境的美索，把你弄去对面缅甸的妙瓦底，真的非常简单。泰国最西边，对面就是缅甸，缅甸妙瓦底，在对面。这好像下不去，你看这上面有铁丝网，你过去你就难受了，兄弟。你以前知道那些缅北骗人的招数可能都已经过时了。面对新的骗局，依然有人被骗走几百万。为什么那些被骗走的钱根本追不回来？诈骗分子又是如何通过地下钱庄和虚拟货币来洗钱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10万人都在做的缅北诈骗。目前我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 4.51 亿。据调查，截止到2022年的12月，有 16.4% 的人都遭遇过网络诈骗。算一算的话，也有 1.68 亿人了。说到网络诈骗，就不得不说到缅北。整个缅甸每天都有超过10万人在实施诈骗，仅在泰缅边境的妙瓦底就有上百个诈骗园区，加上盘踞在缅北部分地区的诈骗集团，总计至少有1000个园区。这些园区每天都有超过10万人在做电信诈骗。你现在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估计就有人被骗了。为什么缅甸诈骗这么猖獗呢？缅甸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它从1948年就开始独立，但是不但没有走向团结统一，反而越来越分散了，经常政变。1962年发生了一次政变，1988年又发生了一次政变，每隔20几年就要发生一次政变。最近一次政变呢，还是发生在2021年。一个健身教练本来还听着音乐跳着操呢，后面就莫名其妙政变了。缅甸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加上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自身族群的利益和安全，慢慢的不同地区就有了各自的军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军阀是很需要钱的，养军队，买武器。那做什么买卖来钱最快呢？当然是黑产啦。最早缅北那边主要是以贩毒为主，但是毒品这个东西很容易招致全世界的反对。而且毒品一旦被查获，对他们来讲，货也没了，钱也没了。而诈骗的话呢，一般都在东南亚这一块。这一单没成，他们还可以做下一单。一般的诈骗园区都是4米高的围墙砖混结构，加上1米高的铁丝网和盗吃刀片。不管是主动去缅甸做诈骗的，还是被人骗去做诈骗的，最重要的其实就2个字：业绩。一进去那边的人就会给你洗脑，做诈骗的员工都不是人，叫做狗推。如果你做不了，那么就会把你卖来卖去，把你卖给其他的公司，就叫做猪仔。那你都已经猪狗不如了，那还需要良心吗？赶紧把良心丢了去骗人吧。每天需要工作14小时以上，如果骗不到人，没有业绩，或者是走向逃跑，轻则暴打一顿，让你10天半个月下不了床，重则就断腿断胳膊。公司有专门的打手，用电击棒，用脚踹，用衣架打。总之就是一句话，让你怕，让你不敢逃走，让你老实一点。而有业绩虽然不会被揍，但是会被巧立名目扣工资，像什么空气呼吸费、键盘磨损费。而且他们是封闭式的园区，生活起居都要在园区里消费，里面有超市、食堂、理发店、按摩店，应有尽有，价格都是外面的好几倍。这里有一份餐厅的价目表，一份鸭肠就要480泰铢，99块钱人民币。你可能觉得说那价格也太高了，你怎么买得起呢？买得起，因为他们诈骗的收入高，抽成也就高了。在诈骗集团眼里，他们其实非常喜欢找中国人来做诈骗的，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人肯定会比外国人了解本国的互联网情况。我前面有提到，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 10.51 亿，这么庞大的市场，只有中国人才能更了解。他说你是我花30万人民币买来的，这家公司也是属于小公司嘛，属于一个分公司，30号人，我去的那个月人均20万了，诈骗600万，来的最短的3年，有一个广东人住我的下面，他已经9年，已经兵败了4个国家。他给我就讲，不要想了，该吃该喝。他说你这辈子出不去了。最厉害的一个狗推四川人，27、8岁的一个小伙子，他21年一年给老板干了多少？2800万，他一个人。所以你想，你家里能给到2000万吗？把你人留在这里，你就有可能给老板1年创造2000多万的产值。所以大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愿意花30万买中国人了吧？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很快就可以回本。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内一些蛇头他们会想方设法骗你去缅甸，因为他们骗一个人出去怎么样也有几万块到10几万的抽成吧。你以前知道那些骗术可能都已经过时了，现在的骗术也不一定会有高薪诱惑和陌生人介绍工作，现在骗术都升级了，主打都是感情牌，让你防不胜防。以下讲的例子都是来自真实的案例，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你会不会被骗？第一种，好友介绍，你在游戏中遇到了一个开黑好友，他时间很多，经常和你一起打游戏。你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在云南工作，5000一个月，并热情地邀请你去，甚至还承诺可以给你报销机票钱。但如果你真的下了飞机，上了他的车，就只能任人宰割，他马上就拉你去偷渡，给你送到缅甸去。2020年，20岁的王某在游戏里认识了一位绰号叫做鬼子的网友，听到有工作并且可以报销机票钱，王某就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去了云南。结果鬼子就带着他们去了中缅的边境线，并且偷渡到缅甸，把他们卖进了缅甸康邦的一个诈骗园区。第二种是结伴同游，现在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拼车群、搭子群，这些骗子就窝底在这些群里。当听到你要去泰国玩，群里就有人跳出来主动说自己就在泰国，可以负责做攻略，并且还会主动安排车来接你。你下了飞机上了他的车之后呢，他直接从泰国给你送到缅甸的妙瓦底去。今年3月份就有一名24岁的广西女孩被骗，她本来是想去泰国玩的，结果在拼车群有一个自称在泰国的女孩说和她的想法一样，还说会安排车去接她，把她骗到妙瓦底后呢，人就被控制起来了，她的手机也被诈骗公司收走，手机里的8、9万块钱也都被转走了。因为她不想做诈骗就被转卖给下一个诈骗公司，接着又被当作猪仔，连续被转卖了3家不同的诈骗公司。第三种，公司内招，你找到了一家看似正经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公司突然说现在有个内推的机会，在泰国有个外包项目，待遇非常不错，底薪税后3万，加班费350一个小时。当你报名参加，飞机到了泰国后呢，公司又会说计划有变，要先去缅甸考察一下。你一旦同意去缅甸，他直接从泰国给你送到缅甸妙瓦底的 KK 园区去。今年的3月份就有报道河北保定有一家公司的高管罗某打着高薪去泰国的名义，将报名的80个人直接带到了缅甸的 KK 园区去。现在的骗子都很狡猾，先开一个看似正常的公司，那忽悠到足够多的员工呢，再借内招的名义骗人去缅甸。当然不只是内招了，还有什么出国培训出国团建先是骗人去东南亚或者是去欧洲旅游，然后呢再借口去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中转，接着就把人骗进了诈骗园区。前期他们的戏也做得非常足正常招人、正常运作、正常发工资，潜伏半年后呢就开始骗人。第四种是网恋奔现，你在网络上有一个网恋对象，有一天他邀请你去他所在的地方见面，他在的地方呢往往是中缅的边界处，等你去了，他就邀请你去爬山，等你爬过了山、趟过了河，可能就越过了边界线了，到了另外一边，你只能被对方宰割。今年4月份就有2名广西柳州的女孩被网上的男朋友骗去云南。柳州那边。广西柳州人怎么过来的？就是我姐妹，她说她要去云南那边找她男朋友，然后她就问我去不去，一直问我去不去。你姐妹现在在哪里？我姐妹她也在山上，我是跟着我姐妹过来的。然后我姐妹她是她男朋友叫她过来的。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没有说缅甸，就说在云南，说刚开始说叫我们坐到昆明那边，在昆明那边有人来接我们，他们说去临沧，后面就开车来到这里，有人看着我们，一直叫我们听话点、老实点，叫我们上来，说爬越过这座山。我姐妹她男朋友叫我姐妹拿电话给那个看我们的人，然后她男朋友说叫那个人没收我手机起来，然后我直接拿我东西跑下来了。可以看出这些骗局都是先打感情牌，先套近乎，过了一段时间后呢，才开始原形毕露，开始骗人。这和以前流行的杀猪盘非常像，但即使是老套的杀猪盘，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被骗。对于那些在缅北或者是在妙瓦底的狗推来说呢，如果在杀猪盘上钓到一条大鱼，那一下子就可以年入100万，毫不夸张。美籍华人 Cindy 就被杀猪盘诈骗了250万美元，大概是1700万人民币骗子和他聊天的过程中还主动要求视频，让他放松戒备。现在骗子的高明之处，你们都不知道就比如说用刘德华吧，对吧？我就能让你视频的时候，我就是刘德华，嘴型都一样，我说什么嘴型都一样。有专门这样的软件。AI 换脸加上现有的拟声技术目前已经成了诈骗的主要方向。骗子用 AI 换脸可以伪装成任何人，也可以用 AI 筛选出想要诈骗的人群，
再利用 AI 在短时间内生成适合你的诈骗剧本，个性化定制。拿老套的杀猪盘来说，一般的杀猪盘可以简单的分成3步。第一步，寻猪，在网上寻找一些精准的用户画像，比如一些移民或者是留学生，这类人刚去异国他乡的时候呢，有点孤独，这样呢他们才有机会趁虚而入。他们更倾向于找25到40岁的女性这些人有钱，而且呢更容易被打动。当他们听到一个人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更容易母爱泛滥，激起同情心。骗子会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盗图把自己包装成帅气多金的人设，搭上的方式也很老套假装自己认错了人。聊天过程中也是各种剧本，说自己被前女友伤害过顺带无意间透露自己有在做各种投资。第二步，养猪。养猪的核心一点就是感情。和上面说的骗局类似人是很难相信一个陌生人的，但是通过感情呢，就可以让你无条件的相信他。他们会把自己包装成又有责任心又懂得关心人，每天嘘寒问暖，早安午安和晚安跟个复读机似的。那现在有了 AI 换脸可以直接视频对你发起感情攻击没几天就开始叫你老婆。那既然是老婆了，那肯定会问你的职业家庭背景财产收入他们的工作就是无时无刻的盯着电脑。详聊过程中可以判断出来你是不是能成为他们的猎物，以及可能从你身上钓到多少钱，坐以待毙。慢慢的开始下诱饵，说自己在哪个投资理财赚了很多钱，没几天就能翻倍，说自己有内幕消息让你也玩玩。又开始掏心掏肺要谈婚论嫁，说你难道不想为我们的未来一起努力赚钱吗？当然了，那些投资理财网站都是他们控制的，后台可以设置他想让你赚多少钱都可以设置一个假的数字，又或者是先让你去合法的平台上买虚拟币，然后呢再去他们的网站。最后一步就是杀猪，这一步也是最狠的，原则是你手上有多少钱全部都给你掉干净。刚开始会小额的让你赚一点，那后来就鼓励你加大投资赚更多钱，甚至会好心的借钱给你，当然这些钱都是在平台内的，还会让你找亲戚朋友借钱，去银行贷款，周围能借的都借一遍，不行的话还可以抵押房子。根据全球反诈组织 GASO 的数据每位遭到杀猪盘受害者的平均损失呢就有121926美元，大概是80几万人民币。当你想把账户里赚的钱提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显示提现失败，告诉你需要付10%的税或者是验证费，再让你往里面打钱。当你打了钱之后，它又会显示你还要排队，你想提升排队的速度呢，又要交钱，每往前提升1级就要交1000块。当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的时候呢，骗子就会把你拉黑，继续骗下一个。他在境外你根本找不到他，定位也都是假的，你被骗的钱也基本都追不回来。为什么你被骗走的钱基本都追不回来呢？因为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复杂的方式洗钱，比如利用水房、地下钱庄、虚拟数字货币、五花八门的互联网支付产品，甚至还有网络直播打赏。总的来说，就像把一瓶水倒进大海里混为一谈，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没办法追踪。简单的介绍一下地下钱庄洗钱的方法。首先，这类地下钱庄才不会管你是不是做正规生意的，你的钱是不是合法的，只要你给他一定的佣金，他都会把你的钱洗得干干净净。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披上一层商业贸易的皮。地下钱庄会找一家中国的商户和一家泰国的企业，这2家公司是有贸易往来的。中国的商户已经发货了，这时候呢，按照道理他要收泰国企业的100万货款。好，这个时候呢，地下钱庄就来了，他拿着诈骗集团给他的100万人民币先支付给中国的商户，然后再找泰国的企业收477万泰铢，100万人民币就相当于470万泰铢嘛。地下钱庄拿到477万泰铢，扣掉佣金之后呢，再转给诈骗集团。那在整个过程中钱就洗干净了，从人民币变成了泰铢，而且从表面上看呢，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贸易行为嘛。而中国的商户和泰国企业本身也没有什么损失，他们本来就是直接交易的，只是现在变成了间接交易。那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赌场投资来洗钱。妙蛙底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实体赌博公司和线上的赌博网站，诈骗集团可以通过将赃款混入赌场的资金内，通过参赌或是对赌的方式来洗钱。那还有一种是可以利用虚拟的数字货币来洗钱。在妙蛙底有水沟谷、塞西港工业区和环亚国际城项目等经济园区，这些园区聚集了大量的虚拟数字货币交易中心和各类的炒家。诈骗团伙可以在这些交易平台注册并且创建虚拟的数字货币钱包，然后充币买币。比如说可以用这些钱买 USDT 或者是 USDC， 然后再买比特币，再通过交易对换成以太币等等，在不同种类的虚拟货币数字之间来回切换，不断的拉长洗钱的链路，让你根本没办法去监控和追踪。而这些虚拟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同样是处于缅甸军政府或者是地方的武装保护之下的。国内的公安机关想要向交易平台进行电子钱包的调查，或
获取和钱包关键地址有资金来往人员身份就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一般也不会理会。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缅北诈骗骗了这么多人，国家为什么不派兵去剿灭缅北的诈骗集团呢？缅北用的都是3大运营商提供的信号，为什么不直接断网呢？下期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